最近中东地区的局势并不太平，随着哈以冲突的爆发，美军第一时间向该地区派遣了大量的战机，维持周边地区稳定。那么现如今美军在中东的实力究竟如何？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美军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利坚大学政治人类学教授大卫·瓦因指出，截止到2021年7月份，美国在至少80个国家内拥有近750个基地。实际数据可能会更高，因为五角大楼并没有公开所有的数据。目前拥有美军基地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其次是德国和韩国。而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虽然不如这三方数量多，但这里却是美军最为重视的区域。那么美国究竟在中东驻扎了多少美军呢？华盛顿邮报曾经在2020年进行了一次粗略的统计，结果显示这一数字约为7万名。目前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基地是位于卡塔尔西南部的乌迪德空军基地，有约13000名美军在此驻扎。为了建设该基地，卡塔尔是投资了10亿美元，它也是美国联合航空运营中心的所在地。该中心负责协调美国和整个中东的空中武装力量，特别是在伊拉克、叙利亚和阿富汗的空中军事力量。那么下图就显示了美国在中东各国驻扎的美军数量。该地图显示卡塔尔和科威特对于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至关重要，巴林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美国军事基地所在。而这些基地都隶属于美军6大战区当中的中央军区司令部。中央司令部组建于1983年，是美国对伊朗发生革命并扣押美国人质以及前苏联入侵阿富汗这2个重大事件所做出的战略反应。其前身为快速部署联合任务部队，总部在佛罗里达州麦克迪尔空军基地，战区覆盖中东、中亚、东北非洲以及北部印度洋和波斯湾。该司令部也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在近15年来参与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除此之外中央司令部也不像其他司令部，它麾下没有多少的永久直属部队。但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原因，中央司令部也可以说是美军在海外最重视的司令部了。毕竟这里的资源和地理位置实在是过于重要，因此美军的基地在中东分布的也十分广泛。该区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分布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巴林、阿曼、埃及、肯尼亚等国家，基地和兵营数量达数十个。也就是说，大部分中东国家都有美国驻军，其中在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可以说是整个中东美军最大的空军基地。它是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西南30公里，这里驻扎有大批美军和先进的战机。美军之所以选择进驻乌代德基地，主要是看中了卡塔尔的地理位置。卡塔尔号称海湾明珠，就像一把匕首直插进波斯湾。美军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驻乌代德基地了。到目前为止，乌代德基地已经成为了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其规模之大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该基地拥有海湾地区最长的飞机跑道，约4572米，这里可以起降美军任何型号的战机了。除此之外这里还有3座大型地下机库，每座机库可以容纳40架战机，而且这3个机库的防御能力也很不错，均可以承受导弹和化学武器的袭击。常年驻扎在此的美军人数超过了1万人，其规模已超过了卡塔尔海陆空3军人数的总和了。再加上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在乌代德基地的人员和装备部署，改扩建工程更是一波接着一波，这也意味着乌代德基地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凭借着超长的飞机跑道和100余架各型战机，乌代德基地的辐射范围将全面覆盖中东、中亚、北非和高加索。在此范围内尽是一些海陆交通要道和世界热点地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该基地已经成为了一个为美军服务的弹药、燃油补给中心和医疗救助中心。而在2017年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中，乌代德基地更是肩负着指挥联军作战的重任。据统计，在当时基地内，平均每10分钟就有1架参与空袭伊斯兰国的战机起降。
现如今，乌代德基地内驻扎有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沿指挥所、美空军第379远征联队、英空军第83远征大队等。在未来规划中呢，美国打算将其在中东的半数兵力部署到乌代德基地，以此强化在中东的存在感和威慑力。除此之外，由于该基地距离伊朗的直线距离还不到200公里，距离伊朗首都德黑兰也只有1100公里，这个距离就意味着美军的战机可以在数分钟内就抵达伊朗。这对伊朗来说绝对是一种巨大的军事压力和战略威慑。而经过数年筹建，乌代德基地不仅是美国指挥空军在中东地区作战的神经中枢，而且还是一个情报收集中心。在这里，美军通过各类侦察机和卫星建立起了全方位的立体监察系统，拥有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2019年初，美国和卡塔尔又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决定启动新一轮的乌代德基地扩建工程。而乌代德基地一再被扩建，一方面呢，也体现了卡塔尔意欲通过与美国加强合作的方式维持其在中东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美国中东战略的新变化，即由原来的多点部署向重点部署转变。也就是说，美国打算通过扩建乌代德基地，将原本在中东十分分散的力量整合为一个强有力的拳头。而除了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外，美国在中东另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巴林的贾法勒海军基地。巴林作为一个小国家，只有700人的海军，装备13艘导弹艇，实力在中东位于末尾。但随着美军第5舰队的进驻，让其他人再也无法忽视这里的海上力量。在中东各国里面，美军在巴林的部署时间最长。虽然该国只是由36个大小不等的岛屿组成，但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早在1935年，英国就在巴林建立了贾法勒海军基地，并且驻军，以保持对巴林及周边地区的控制及威慑。1971年，巴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此后英国放弃了贾法勒海军基地，而美国则通过与巴林政府签署协议，接管了该基地。虽然巴林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直到海湾战争前，美军驻扎在贾法勒海军基地的人员和装备都很少。但是在战争爆发后呢，这里立马迎来了海运的大量重装备，是美国在海湾的重要前沿基地。美军在贾法勒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军舰艇集结，而贾法勒基地呢，在冷战后的战略位置也得以凸显。在后来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该基地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2003年，可以称得上是第5舰队的军事力量巅峰。在那时候，有5艘美国海军航空母舰、6艘海军2栖攻击舰，以及装备的地对空作战单位，还有护航和供给船，以及超过30艘皇家海军舰船受第5舰队指挥。在战争结束后，第5舰队恢复常规部署。除此之外，这里还是美军中央总部海军司令部、中央总部陆战队分遣队、特种作战指挥与控制分遣队等部门，统辖在波斯湾、红海、阿曼湾、亚丁湾和阿拉伯海等地活动的海军部队，可以说是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的大本营。其水面作战舰艇一般呢有1到2艘尼米兹级航母，3艘圣安东尼奥级船坞登陆舰，3艘黄蜂级2栖攻击舰，8艘阿里伯克级宙斯盾导弹驱逐舰，4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1艘俄亥俄级导弹核潜艇，以及3艘洛杉矶级核潜艇。其中呢，核潜艇的部署地点那是不固定的，它们也经常会出现在其他地区，并且为了应对中东地区日益严重的各型小型无人机，美国呢开始在第5舰队的船坞登陆舰上试验激光武器，并成功击落了1架无人机。不过这型武器还处在测试阶段，海上的盐雾和各种恶劣海况让激光武器无法完全发挥战斗力。因此，目前第5舰队是否已经用上了激光武器，还是一个未知数。在第5舰队的强大战力保障下，如今的贾法勒基地完全可以控制整个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入口，也可以扼守曼德海峡、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可以说，一旦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有事儿，贾法勒基地就是驻中东美国海上力量的作战指挥中心。1990年8月2号，伊拉克刚刚占领了科威特，最早做出反应的美军就是驻扎在贾法勒的8艘军舰，他们抵近伊拉克海岸实施威慑。据悉，贾法勒还训练和使用动物士兵而闻名。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些海豚呢就跟随着第5舰队进行演练，担负发现伊拉克水下蛙人以及排除水雷等任务。而除了以上2个海空大本营之外，在中东地区，美军还隐藏着一个至关重要的基地，它就是位于阿联酋的哈弗拉基地。1994年，美国和阿联酋双方缔结防务协定，阿联酋允许美军进驻距迪拜1小时车程的哈弗拉空军基地。美军入驻之初呢，这里只是一个荒凉之地，连区区300名美军的食宿都无法解决，只有帐篷和拖车。但即便如此，双方对这个基地呢都十分保密。1996年开始，阿联酋给钱将基地改造成有2条3600米跑道的空军基地。2017年，美军正式承认在哈弗拉有兵力部署。美军对这里的重视程度呢，在中东是仅次于乌代德。因此，哈弗拉基地的规模虽然不如乌代德，此地的美军也只有3500人，但它却是美国空军在中东利用率最高的基地之一。这里也是美国率先部署 F-22隐身战斗机的海外基地。截至2016年10月26号，执行反伊斯兰国任务的 F-22从哈弗拉出击了716架次，创下了该机在海外基地出动架次之最。除作战外呢，哈弗拉还拥有乌代德比不了的头衔，那就是美国空军在中东集至全球最大的航空油库。该油料库呢，隶属于美国空军第380远征联队，在沙漠地带配置25座巨型油囊，仅2016年就为美机输送了燃油2.55亿加仑，平均每天能为军机加油38.3万加仑。除了加油之外呢，第380远征联队还拥有全球鹰无人机、U2 侦察机、E3A 预警机等，可以执行情报搜集、监视侦察、空战指挥控制等任务。对距离300公里外的伊朗以及近在眼前的霍尔木兹海峡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以上这些军事基地也使得在这次哈以冲突爆发后，支持哈马斯的伊朗在哈马斯和以色列开战后并没有轻举妄动的最大原因。但即便如此，美国对于中东各个基地的军力似乎仍然觉得不足，在哈以冲突爆发后，更是大批量地向中东地区调动战机。美国空军时报16号称，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显示，第494远征战斗机中队的 F-15E 攻击鹰战斗机已经抵达中东了。他们抵达后呢，将立刻加油配备弹药，并进行首次战斗飞行。这种先进战机将使美军能应对任何危机和突发事件，并在必要时和对手交战并击败对手。在此之前呢，美空军还向中东派遣了以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而闻名的 A-10攻击机。虽然美国空军并没有透露这些战机的具体数量和部署地点，但他们将与今年3月部署到阿联酋哈弗拉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第75战斗机中队的 A-10攻击机一同执行地区威慑任务。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